加拿大选举结束，马克·卡尼跟他的自由党赢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位加拿大的新总理。先看看简历哈，简直是亮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哈佛、牛津两大顶尖学府出来的，在高盛这种华尔街修罗场里摸爬滚打，做过加拿大跟英国两大央行的掌门人，还是联合国气候特使以及资管巨头的副董事长。这个履历实在是太耀眼了，对于他的前任小土豆跟他的政治对手都是碾压级别的存在，所以你看媒体一早把他捧上天，各种高帽子都戴上，听起来真的是天降伟人来拯救加拿大于水火啊！特别是小土豆之前的各种政策，让加拿大国内有不少的抱怨，然后南边的这个特朗普又不省心，整天大嘴巴哈。这个时候，卡尼这种履历非常完美，看起来无比专业的人士闪亮登场，对于一些加拿大人来说，简直就是盼来了救星。只不过这个看起来永远那么冷静，永远显得那么正确，总能够在关键时刻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的这一位卡尼先生，他真的是一个能够带来新风气的局外人吗？他骨子里面流淌的会不会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一套全球精英的配方呢？他那份光鲜亮丽的履历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又打算在加拿大推行一套什么样的政治议程呢？如果想要理解卡尼的话，先要看看他是怎么样被制造出来的。1965年出生在加拿大的西北地区，父亲是大学院长，母亲是教师，是一个书香门第，不是草根逆袭的故事。他这个家庭背景为后来进入精英轨道其实是铺平了道路。据说卡尼很早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的三段论或者是三部曲，第一步是学习，第二步赚钱，然后第三步进入公共服务的领域，也就是当官。你看这个规划多么的工整，多么缜密，就像一份精心计划好的人生投资计划书。那第一个步骤学习，他是从哈佛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然后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智商这一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有顶级学府给他背书了。据说他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连他的教授都赞不绝口，而且大学的时候还做过冰球队的守门员。这个冰球队的经历可以锻炼他面临巨大压力底下的冷静，当然也许还能够守住某些底线吧，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赚钱，他博士毕业以后就直奔华尔街，去了哪儿呢？高盛，在高盛一干13年，伦敦、东京、纽约、多伦多，在全球金融的神经中枢辗转腾挪，也参与过不少的大场面，比如说俄罗斯这个金融危机的救助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债券发行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能在高盛这种人精杂斗的地方混出来，你想想看，你得要会算数，然后你还得懂游戏规则，还得特别会来事儿。所以在高盛生涯的后期，卡尼已经累计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实现了财务自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了前面优渥的物质基础，后来开启这个公共服务生涯的时候，就能够显得更纯粹，也更有底气，对不对？好了，人生前2个阶段顺利完成，学习完成赚钱达标。那2003年的时候，38岁的卡尼依然告别了华尔街，投身所谓的公共服务，进入加拿大央行担任副行长。1年之后又转到财政部当高级副部长，积累了这个财政部门的经验。所以你看人家这个都说是爬梯嘛，职业生涯是爬梯，你看人家卡尼这个梯爬得多么的顺滑顶尖的教育背景，华尔街的实战经验，政府部门的历练，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角色量身打造的精英养成计划。果不其然，2008年43岁的卡尼顺利晋升了加拿大央行行长，成为当时G7国家里面最年轻的央行掌门人。那一个完美的加拿大本地制造的全球化精英就这么新鲜出炉了。那接下来就该轮到他服务国家，甚至开始指导世界了。要说到卡尼，他这个人运气还不错，因为他刚刚坐稳加拿大央行行长的位置没多久，就遇上了100年一遇的全球金融海啸。
这个对于所有政策的决策者来说都是一场非常严峻的压力测试。不过我们必须要承认，加拿大在这场风暴里面的表现确实相对稳健，是 G7 里面唯一一个没有主要银行需要大规模金融救助的国家。卡利的应对措施，比如说降息啊、注资啊、稳定市场预期，还有引入所谓的前瞻性指引，也就是说用央行的信誉来担保，来管理市场的情绪，给那些吓坏了的这个市场上的交易员喂一些定心丸。那这一波操作算得上是非常的迅速跟专业。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加拿大的银行体系本身就比美国要保守一些，监管也更严格，所以呢，公允的说，加拿大能在这场危机当中幸免遇难，功劳不能够全部算在卡利一个人头上，他就更像是在一个结构本来就很坚固的房子里面完成了一场相当不错的消防演练。所以卡利他自己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很难衡量，因为成功就意味着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你没有办法证明是我救了这场火，但是你可以相信，要是没有我在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那这套说法至少让加拿大央行的这个掌舵人显得是挺英明神武的，对不对？然后他还留下了一句名言，就是战壕里面没有无神论者，金融危机当中也没有自由放任论者。那这句话呢，说的也是相当实在，因为你看危机一来的话，平时那些高喊市场万能的人其实最想要的还是政府跟央行的放水的这个救命钱。所以卡利他不仅懂金融，他也懂这套人情世故跟权力的运作方式，所以他在危机当中顺势推动了激进的干预措施，提升了自己的声望。后来还当上了 G20 这个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参与重塑金融规则。所以你看，一个从华尔街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反过来要给华尔街立规矩，这个角色的转换本身就蛮有意思的。在加拿大成功镀金以后，卡利成了国际金融界的宠儿。2013年，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三顾茅庐把他请到伦敦来执掌英格兰银行，这个可是有300多年历史的老牌央行。第一次请一个外国人来做行长，然后很快更大的考验就来了，英国人要搞脱欧公投。那作为英国的央行行长，卡利的职责是评估风险，保持所谓的中立。于是呢，在公投之前，这位号称专业且中立的这个行长，在议会的听证会上，在公开的演讲当中，他反复描绘一个脱欧可能会带来的暗淡前景，经济衰退、失业增加、英镑暴跌、市场动荡，基本上就是一副末日景象。那脱欧派当然对他频繁各处发言非常的恼火，火力全开，怒斥他是越权啦、干预政治啦、散布恐慌啦。一个技术官僚，尤其是拿着外国护照的技术官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他所谓的专业判断去影响一个主权国家民众做出当时对于他们来说具备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呢？那卡利他自己当然声称是基于数据跟模型在履行职责，但是他一连串的警告客观上也是成了这个留欧阵营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之一。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央行行长的这个天职是稳定经济，不是赢得选票，对不对？只不过如果你的专业的预测恰好能够顺便引导一下民意，那可能只能算是技术官僚的一种意外收获吧。我们都知道，英国人最终还是选择了跟欧盟分手，然后金融市场立刻闪崩。这个时候呢，卡利再一次出现，展现了他作为危机管理者的本色，发表电视讲话，承诺提供流动性、降息、重启量化宽松。你看，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算是基本稳住了局面，避免了系统性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崩溃。在这一点上，他的专业素养跟危机处理的能力的确是在线的。但是呢，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就是英国经济并没有像他之前预测的那样，那脱欧之后立刻崩盘，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你当然可以说这是因为他后来补救措施得力，但话说回来，既然能够补救，那是不是其实也反过来证明了你之前的预测可能是不是有点点危言耸听的呢？那这个或许就是技术官僚的宿命吧，没有事情发生是你的本分可是一旦预测错了，或者现实没有按照你的剧本来走，你就会
人为笑柄，甚至被指责是别有用心。那卡利在英国的后半段任期基本上是在这样一种有点微妙有点尴尬的气氛当中度过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脱欧的进程一再拖延嘛，所以他也就屡次延长任期，为的是平稳的过渡，当然也算是站好了他最后一班岗啊。然后在英格兰银行任职的后期，他已经开始把气候变化视为金融稳定的一个长期风险，这个也为他卸任之后的华丽的转身埋下伏笔。2020年，卡利从英格兰银行卸任之后呢，一头扎进去了下一个全球性的风口，也就是气候变化跟 ESG， 分别是环境、社会跟治理的这个英文字母的缩写。所以你看，卡利的人生几乎每一次的跳槽，每一次的转身，都像是非常完美无缺的无缝衔接。他的身份标签现在也迅速更新了，是联合国气候行动与金融特使、英国 COP26 气候大会的金融顾问。与此同时，他还加盟了加拿大的资管巨头布鲁克菲尔德，担任副董事长，主要负责的就是 ESG 跟影响力投资。所以你看，他从管理一个国家的货币，开始指导全球的气候议程，然后引导数千亿美金的所谓绿色资本的流向，这个身份切换的相当流畅。而且我们看到卡利总是能够站在道德正确跟时代前沿的制高点上，所以他的公众形象也随之进行了一次精心设计的版本升级。我们看到他的演讲里面，价值观、更美好的世界、人类共同的挑战、可持续未来，这一些听起来非常宏大的词汇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了。在社交媒体上，它也开始变得更加接地气。比如说刚刚开通推特的时候，就发过一个在渥太华冰天雪地里面录的视频，冻得鼻子通红，还自嘲自己。然后这种精心设计的反差萌，无疑是精英想要拉近跟普通人的距离，塑造一个更人性化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这位新晋的气候先知 ESG 的布道者，他口中宣扬的价值观和他实际从事的商业角色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很奇怪的张力，或者说这本身是一场更高阶的用价值观作为名义的一种炼金术。那说到这里，我们要提一下有一点点翻车的一个现场啊，在2021年，卡利在一个采访当中他宣称他们公司呢已经实现了净的零碳排放。他解释说，是因为在这个资管公司在很多可再生能源上投了巨资，然后这个投资产生的正面效应足以抵消他们投资组合里面其他一些高排放资产产生的这个排放。但这个话一说出来，这个气候研究界跟环保组织立马就开始大肆批驳，然后指出这个是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不是漂白是漂绿，是非常典型的利用会计技巧跟非常模糊的一些定义在玩概念然后在舆论的重压底下，几天之后，卡利他被迫发表文章澄清被迫承认他只是依靠可再生能源的这种投资组合本身没有办法意味着说公司整体的碳排放是净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翻车事件其实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它像一个棱镜一样折射出当前被那些以卡利为代表的这个全球精英他们热捧的 ESG 运动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道德的虚伪性。我们看到可持续净零碳排放这些词都成了金融界最时髦的标签，成了吸引资金、提升估值、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流量密码。到底有多少钱，有多少真金白银的投入和实实在在的改变，又有多少仅仅只存在于精美的 PPT 跟巧妙的公关话术以及复杂的数字游戏当中呢？所以我们看到卡利这位被很多人视为全球气候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跟规则的制定者，一方面在联合国达沃斯论坛这种场合以先知的姿态布道，呼吁整个金融业进行价值观的重塑来应对所谓的气候危机，然后另外一方面又用一种近乎狡辩的方法来粉饰自己的绿色成绩单。
所以当拯救地球这么一个宏大叙事与管理数千亿绿色资本追逐超额回报的商业版图严丝合缝的结合在一块的时候，你真的很难不佩服这样一种能够将情怀与生意完美融合为一体的顶层设计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人家是精英呢，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位气候先知他要来当加拿大的总理，他会把加拿大带向何方呢？其实在他写的那一本叫做价值观的书里面，线索还真的不少。他在书里面重新定义了加拿大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了公平与平等、韧性与适应性、可持续性与责任、社区与合作，都是一些无懈可击的非常高尚的大词，对不对？但是这套说辞呢，其实你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与全球主义、左翼的进步主义、环保主义是高度重合的，而跟加拿大立国的传统，比如说个人自由啊、法治啊、机会均等啊，这里要说一下是机会均等，不是结果均等，然后还包括秩序与责任啊，所有这些加拿大立国的传统基石是相去甚远的。所以我们看到卡黎推崇的这一套全球精英的政治正确的话术，其实本质上与我们经常听到的 DEI 跟这个 ESG 是一样的。DEI 到底搞出了多少的争议，大家所有人都知道。然后其实它本质还是按照身份的标签来划分人群进行区别对待。ESG 听起来好像是非常的美好，环境社会治理，但是其实也是会有很多隐藏的议程，常常被用来推行一些特定的政治议程，包括比如说气候议题，要求企业把这些目标把这些气候议题这些隐藏的目标置于股东利益之上，置于这个企业盈利这些天然的一些目标之上，而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指向了卡黎世界观的核心，也就是他整个职业生涯后半段的焦点，所谓的气候危机跟净零排放。所以卡黎会相信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对地球构成了生存级别的威胁，他认为这个威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个金融决策、每一项经济活动都必须要把减少排放作为最高的优先级别，高于一切，高于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多么的艰难多么的水深火热。他甚至还联合创立了一个叫做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的组织，然后动员全球数万亿的私人资本投向所谓的绿色转型。所以关键问题是，这个净零方案真的那么有效，代价又会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之前在另外一个视频当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德国之前非常激进的推行绿色能源，关掉了核电站，大力发展风能跟太阳能，结果呢？结果俄乌战争爆发，能源危机，电价比美国贵5倍，产业开始外移，去工业化的进程加速，能源的安全也变得非常的脆弱，反而更加依赖煤炭，甚至是污染更严重的褐煤，反而必须要进口更多的化石燃料，包括花了很多钱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所以减排的效果怎么样呢？德国自身的污染并没有减少多少，产业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全球的排放总量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加拿大自身，特鲁多政府在过去的10年，在类似理念的指导下，扼杀了价值数千亿加元的资源的项目而就在大概1-2年以前，德国跟日本的领导人亲自上门求购加拿大的天然气，那特鲁多却回应说没有这种类似的案例，导致的什么呢？导致加拿大错失了巨大的这个财富机会，据说相当于每一个加拿大的家庭都损失了10几万加元，而全球对于天然气的需求并没有因为加拿大显得如此的高尚而减少，后来欧洲不就被迫还得去向俄罗斯买更多的天然气吗？所以我们看到加拿大自身的碳排放在全球总排放量当中的占比其实微乎其微，而且加拿大广袤的森林还是一个巨大的绿肺，为了这一点微不足道所谓的减少碳排放的贡献，加拿大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经济增长停滞，人均 GDP 的增长在发达国家垫底，被美国远远的甩开，生活成本飙升，然后这种情况底下还要加碳税，推高所有东西的这个物价，受影响最大的恰恰是加拿大的底层普通人跟穷人。所以卡黎他为了要选举成功，他说要暂停碳税。我们注意一下，他是暂停不是废除，
说要搞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但是他的书、他的过往的经历、他竞选网站上白纸黑字写着的2050实现净零目标，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他计划要投入2万亿加币，摊到每一个加拿大家庭头上，是30万加元，来实现这个净零碳排放的目标。并且他认为，全球75%的化石燃料储量都必须老老实实的留在地下，不能够开采。所以这就在逻辑上有一个巨大的矛盾，怎么可能一边扼杀加拿大赖以生存跟繁荣的能源产业，一边又承诺给加拿大带来工业复兴呢？除非你说的这个工业复兴是那些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目前还非常不成熟的所谓绿色产业。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行业已经有中国人捷足先登了，所以要么卡利他是真的幡然醒悟，认为自己过去20年的核心信仰，也就是他坚持的这个净零至上的目标是错误的。你觉得可能吗？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变，他依然在坚信净零是最高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为了要实现这个他自己认为非常高尚的目标，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权利，他要不惜对加拿大人撒谎，用经济增长的口号来掩盖他真实的可能会让加拿大人付出更惨重代价的这个议程。他自称是这个渥太华的局外人，但实际上他是前任财长方慧兰小孩的教父，他是自由党精英圈子里面的核心人物，他的内阁充斥着特鲁多时代的老面孔。所以卡利这位加拿大的新首相卡利这位加拿大的这个新总理远比他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的多。和出身政治豪门的这个纨绔子弟小土豆，以及一生没有正经工作过的职业政客保守党的党魁伯利治相比，卡利他的完美的履历毋庸置疑是更有说服力的。他的出现确实在特定的时期满足了一部分加拿大人对于改变、对于稳定的渴望。但是当我们拨开所有这层迷雾跟光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深受全球主义精英理念影响的技术官僚，他的价值观跟核心信仰可能会给加拿大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跟社会撕裂的后果，而且呢还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环境的问题。所以加拿大人选择了卡利，意味着选择了一条延续甚至会加速特鲁多路线的道路，一个在经济上会更加依赖气候议程，在社会内部会因为 DEI 等理念而更加撕裂的未来。这个绝不仅仅只是换了一个更有效率的领导人这么简单，甚至可能会关乎到加拿大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所以您认为像卡利这样的技术官僚精英，他真的会代表加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吗？他会不会以拯救未来的名义牺牲掉加拿大当下的生活跟选择的权利？加拿大这场政治变局对于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又有哪些启发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如果您觉得艾森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不妨点赞分享给您的朋友，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幸喜悦的一天，谢谢。